这个婚我不结。年轻人，出尔反尔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我娶媳妇儿是要能照顾我全家，还要生孩子的。娶一个植物人，那不就断了我家香火了吗？你们啊，另找女婿吧。你这是不是不给你20万，你就不愿意嫁给我？是。你不愿意嫁，还不娶了？顾延深，你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保安，你不娶我，你信不信这辈子都没人会嫁你？我女儿愿意嫁。小伙子，虽然我女儿是个植物人，但说不定结婚以后就行了。只要你愿意娶我女儿，想要什么随便提。这个人有点眼熟。不蒸馒头争口气。好，我愿意娶，现在我们就可以领证。顾延深，你疯了！你娶个植物人，你会后悔的。我等你来求我复合。这是我女儿照片，麻烦你给她 P 在一起。恭喜2位新人喜结连理。董事长，和苏总结婚的人选已经在大厅里等候了。我女儿车祸成了植物人，要不是医生说无药可医了，我也不会死马当成活马医，让清源结婚。苏总结婚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先回去吧。请2位新人签上自己的名字。等等，延深，我妈说了，签之前你得给我20万彩礼。微微，我不是已经给了你30万吗？怎么还临时加彩礼啊？我妈说了，我们那边都是50万起，不然会被指指点点的。反正你要是不加20万，今天这婚就结不了。哼。微微，我只是个小保安，我所有积蓄都用来给你买房买车，还有5金，现在1分钱都没有。你要是拿不出来，那我们就到此为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，这个婚我不结。年轻人，出尔反尔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我娶媳妇儿是要能照顾我全家，还要生孩子的。娶一个植物人，那不就断了我家香火了吗？你们啊，另找女婿吧。你这是不是不给你20万，你就不愿意嫁给我？是。你不愿意嫁，还不娶了？顾延深，你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保安，你不娶我，你信不信这辈子都没人会嫁你？我女儿愿意嫁。小伙子，虽然我女儿是个植物人，但说不定结婚以后就行了。只要你愿意娶我女儿，想要什么随便提。这个人有点眼熟。不蒸馒头争口气。好，我愿意娶，现在我们就可以领证。顾延深，你疯了！你娶个植物人，你会后悔的。我等你来求我复合。这是我女儿照片，麻烦你给她 P 在一起。恭喜2位新人喜结连理。我还是结婚了，只是新娘却换了。
燕深，你来一下。这些都是给你的，让你去清源，我们苏家亏欠你，这是给你的一些补偿。限量款，爸，这太贵重，我不要。拿着，你现在是苏家女婿，不能太寒酸。楼下的那辆黑色宾利以后就是你的代步工具。这张黑卡没有额度限制，缺什么直接买。谢谢爸爸。没想到我老婆家这么富裕。顾叶深，公司裁员，你被辞退了。为什么是我啊？我工作一直很努力。哼，努力有什么用？公司要优化结构，你这个没背景的人，不裁你裁谁呀？叶深，别难过，辞退你是他们的损失。立刻收购一家新公司。叶深，工作的事情你不用愁，我刚刚收购了一家新公司，你直接去当总裁，明天就去上任。啊？我？爸，这不行，我不行。哎，没什么不行的，有苏家支持你，你尽管放手去做。清源，我今天就要去爸的公司上班了，非常感谢他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。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，我等着你早日醒过来。顾延深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怎么，租了身西服来求我复合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现在想娶我，得再准备50万。林薇薇，你想多了，我们早就结束了。怎么，觉得我不值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苏氏集团的正式员工，月薪2万。给你机会，你该感恩戴德才对。我结过婚了。哼，什么？你真娶了那个植物人？你那植物人老婆看病得花不少钱吧？你们2个穷鬼凑一对，真是般配。林薇薇，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，请你注意言辞。这里可是世界排名前10的苏氏集团刚收购的新公司，你这种人连门都不配进。立刻出去！在干什么？宋特助好。顾先生，您来了。宋特助，他就是个保安，怎么对他这么恭敬啊？保安怎么了？除了能力、资历，人品更重要。什么时候我们公司也有了把员工分成3、6、9等的人了？宋特助，我口头警告一次，如果再犯，直接开除。叶深，这个公司交给你经营，还满意吗？很满意，爸，我一定会努力，不让你失望。好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公司的业务你也了解了，我准备召开集团会议，公开你总裁的任命。不用了，爸，我打算以普通员工身份去入职，从基层做起，锻炼自己的能力。放置集团总裁不当，非要当一个普通员工吗？这样我不仅能了解苏氏的各项业务，也方便后续展开工作。好，有骨气，爸支持你，但是有困难一定要说，以后就由宋特助来协助你。好，谢谢爸。
顾延深，你来苏氏干什么？宋特助为什么找你？我就不告诉你。你，苏氏集团不欢迎无关人员，赶紧走！我是来入职的。哼，入职？你的学历能干什么？当保安都没人要。你竟然真的被录取！这里改一下，宋特助，这位是高副总，这是顾延深，是苏总新招的实习生。我们苏氏不需要什么都不懂的新人。我会努力学习的。行，这里有一份市场部的季度报告，根据报告做一个企划项目，下班前送到我办公室。好，下班前我准时送到。哎呀，终于整理好了，可以给高副总送过去了。你刚来，不知道高副总办公室，我带你过去。好。这就是你整理的季度策划。高副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，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？还想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？微微，策划的不错，这个月给你加奖金。什么？谢谢高副总，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的。高副总，这策划是你让我写的，凭什么奖金都给他了？哼，不给我，难道给你这个凭关系进来的乡下人？哼，你这种人呐，就只配在楼下当保安。别以为穿的人模人样，就觉得自己能跟我们平起平坐进办公楼了。顾延深，你要是不满意我给你的安排啊，你可以离职啊。我不需要连这种压力都承受不住的员工，懂吗？什么叫这点压力？你就是职场霸凌，故意捉弄人。你什么东西啊？值得我霸凌？你什么身份呢？你配吗？顾延深，这里可不是你以前看大门的地方，再敢质疑高总的决定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高副总，我只是合理怀疑自己的疑虑。这个方案是你让我写的，怎么到你手上都变成林微微的功劳了？就凭微微有本事，我很欣赏她，而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关系户，够吗？况且这个东西啊，我很合理的怀疑不是你完成的。我有证据，我在办公桌上整理这些文件的时候，周围的同事都看见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他们会不会包庇。顾延深说，策划项目是他做的，有谁能证明？你们两个离我这么近，我在办公桌整理东西，你们看见了吧？是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高副总，我没看到。我也是，我没注意。听到了吗，顾延深？没有人能帮你证明。现在你还想窃取我的功劳吗？你们明明就看见了，我还问你们怎么修改格式，你们为什么要说谎？哼，顾延深，你可别胡说八道！我今天可一直没有和你说过话。你一个新人，急着表现自己，也别拉我们给你当证人啊！对，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能触碰到公司季度报告这种重要的文件，别骗人了。你们够了，顾延深，公司不是你胡搅蛮缠的地方，以后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事，别妄想一步登天。有些东西不是你能碰的。高副总，你就是这么管理员工的吗？怎么，你敢质疑领导不成？走。顾延深，高副总毕竟是高层，他和林微微关系又好，你争不过他们的。像我们这种小职员，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，放宽心啊。假公济私，滥用职权，没想到苏家刚收购的公司藏了一窝的蛇鼠。
看来我这次隐藏身份当实习生还当对了，接下来该好好清理蛀虫了。高副总，要是顾燕生把这件事捅到总部苏总那边去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放心，他这种废物不会有人在意的，安心工作去吧。是。顾燕生，不上班摸什么鱼呢？不干活就赶紧滚！哎，你……哎，微微，不用理他，这小子一看啊，就是受打击了，一蹶不振了。我根本就不屑对这种人出手。别管他，高副总已经盯上他了，他没好日子过了。哼！顾燕生，这个项目高副总决定交给你来做，由我来配合你。不做。这可是高副总给你机会，你不好好把握，可就没有转正的机会了。我不稀罕，麻烦滚出我的视线。哼！这是你的工作，不做只会影响全公司的人。再不滚，就别逼我动手了。那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做？哎呀，我这肩膀有点痛，干不了活了。这样总行了吧？我这水杯空了。哼！现在呢？哎呀！顾远生，你故意的吧？我这手突然没劲了，没拿住，不然你再给我去倒点吧，我不要烫的哦。我劝你别得寸进尺，对你我都好。这就忍不住露出你真的面目了。你故意戏弄！你这反应可真慢！你竟然真的敢耍我！不是你自己愿意伺候我的，你这不会也要怪在我身上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！燕山，你一个实习生得罪了林薇薇，今后的日子恐怕不太好过。她可是高副总身边的大红人，小心最后连转正都混不了，就被辞退了。诸位，啊，为了庆祝苏氏集团顺利收购，总部决定晚上举行庆功晚宴。庆功晚宴，哇！不过呢，总部规定正式员工才能参加。至于顾延生呢，你还是个实习生，就去不了了。苏氏集团举办的庆功晚宴，那岂不是能见到不少帅哥美女，还有总部高层？是啊，如果能够趁机和其中哪一位混熟的话，岂不是能够一步登天？顾延生，真是太可惜了，你今天才入职，这么盛大的宴会，你是没有机会参加了。本来还想着你一个乡巴佬能见见世面呢。我怎么没听说过要举办酒会，还有这么奇葩的规定？怎么伤心过度说不出话了？你求求我，我倒是可以从晚宴上给你打包一些吃的。想必你这样的下等人，怕是没见过这么精致高级的东西吧？不必了，我还真不稀罕。哼，既然你们故意针对，那我还真要看看，让我出现在晚宴现场又会如何？真是死鸭子嘴硬啊！我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？苏氏集团可不是你这种下等人能进的地方。希望你今天晚上也这么嚣张。顾延生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住，真不知道公司招他进来是做什么的。没必要为这种垃圾费神，大家好好准备准备晚上的晚宴吧。公司举行的宴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董事长特意为您举行的欢迎宴，想给您个惊喜来着，却没想到被大家误会是庆功宴。我告诉爸，
让他低调点儿。顾先生，那您还去吗？怎么不去？免费的好戏，不看白不看。薇薇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还有这条项链，我之前在官网上查过，有近30万呢。当然，这可是德国工匠亲手打造的。薇薇，你不会是哪家千金来铁查民情的吧？哪有那么夸张？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哇，这不是我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限量款豪车吗？谁呀？这么大的排场！这车子好像是专属总部总裁的座驾，快站好！傅燕山，非让我高调出场，这还怎么隐藏我普通实习生的身份？这公司明确规定，实习生不准来参加晚宴。顾燕生还明知故犯，穿成这样，怕是来攀附有钱人的吧？薇薇说的对啊，顾燕生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天天不努力就想着傍上哪个富婆，这种人在公司简直拉低我们的水准。顾燕生，实习生不能来参加晚宴，你难道不清楚？哼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真的不准实习生来参加？那我正好问一下你们负责人这件事情。硕大的苏氏集团竟然对待员工而不一致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像你这样品行不端的人，根本就不配来参加晚宴。是啊，你来这儿的心思，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还特意租豪车、租衣服，哼，真是虚荣。我和你们不熟，我怎么样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说。哼，你身为公司员工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苏氏，难道你是故意给公司抹黑？赶紧滚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！高副总，你看顾燕生，公司都明确规定了，实习生不能来参加晚宴，他还故意过来挑衅我们。是啊，高副总，我看他穿成这样就是故意的，想来这儿一步登天。顾燕生，给你1分钟，赶紧滚出宴会厅！你一个小小实习生敢违抗公司的命令，不要以为你靠着关系来公司就能公然挑战我的权威，赶紧滚蛋，不然我当场开除你！高副总，你好大的官威啊！你怕了？顾燕生，滚吧，可别惹怒了高副总，他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。到底是铁面无私，还是假公济私？我可不怕你们。你敢污蔑我？赶紧滚蛋，不然你明天别想来公司。高副总，我去还是留，轮不到你们在这决定。我劝你最好管好你的手下，别出来乱搅事。你，好，顾燕生，是你自己要作死，我现在就去人事，当场开除你。我希望你明天不要跪着求我放过你。顾燕生，你完了，惹怒了高副总，你就别想在公司待下去。我希望你们明天上班的时候，见到我不会太惊讶。还在嘴硬，顾燕生，你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哪来的脸说这些话？真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？被你迷惑。我不屑和你们争论，你们非要赶着上来找骂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今天我就让你认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滚！哎，你没事吧，薇薇？竟然还敢反抗！我又不是傻子，站着让你打。林薇薇，我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任你操控的顾燕生了。你还敢教训我？今天还看到了个大场面。这顾燕生胆子真大呀！滚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看谁敢赶他出。你怎么醒了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要是再不醒来，你就要被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赶出宴会了。你是谁？就是你，刚刚说要赶顾燕生出去。是我。怎么，你是顾燕生新找的姘头？我看你长得倒是挺不错的，怎么看人的眼光这么差？还敢在这种场合维护一个实习生？我知道你，
你也不过是个普通员工，你凭什么贬低顾燕生？你又有什么权利赶他出去？我可是高副总看中的员工，跟你们可不一样。我不只要赶他出去，现在我也要赶你出去。赶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说出这么狂妄自大的话？我管你是谁，你不就是顾燕生的女人吗？能是什么好东西？赶紧滚，别耽误我们的宴会进程。林薇薇，你最好给我收敛一点，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顾燕生，别以为我和你有过一段，你就敢教训我。我和你现在可是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也不想想，连彩礼都出不起的男人，那就是个废物。赶紧滚！我看该滚的人是你才对吧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这位就是我们总部苏氏集团苏总苏清源。啊？什么？苏清源？不是出车祸成了植物人？难道他是苏总？顾燕生，你真当我们是傻子？苏总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差点当真喽！这顾燕生还真是不要脸，竟敢让人假冒苏总！既然你们不信，那就等你们的高副总来了，好好看看我到底是谁。大吵大叫什么？高副总来了，你们完了！哼！高副总，那个顾燕生为了不被赶出宴会，还特意找人假冒了苏总。什么？假冒苏总？苏总，您怎么醒了？高副总，你看错了吧？这个女人的……闭嘴！这可是苏氏总裁苏清源。哇，竟然真是苏总！真的行啊！难怪我看他刚刚气场那么强，一点都不出林薇薇。没想到苏总竟然会帮顾燕生这么一个实习生，这下林薇薇可有好戏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苏总，是我没有管好下属，冲撞了您，赶紧道歉啊！苏总，刚刚是我出言不逊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过我这一次吧。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。哎，对，赶紧给我向顾燕生道歉，快！顾燕生，对不起。苏总，满意不？我知道你们的心思，但我苏氏集团从没有人敢仗势欺人。愿你们这次是初犯，饶你们一次。如果再有下次，绝不姑息。对。苏总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走啊你！终于醒了，我很开心。我沉睡期间，你对我做过的事情，我都记得。放心，你是我老公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。我这老婆真好。哼，顾燕生，这是老小区推广项目，被竞品抢了3次，烂尾半年了，给你1周时间，搞定不了就滚蛋。哎，别以为昨晚有苏总给你撑腰，你就敢糊弄我。我1周后会给你结果。行啊，搞砸了可别找借口。这个项目竞品太强了，但是我不会放弃，我一定会想出办法。太好了，老小区方案有。就这方案，居民配合度低，预算少，还没团队支持，你觉得能做成吗？我拜访了5个老小区，发了300份问卷，发现居民最需要免费家电维修和义诊服务，
这样更方便拉近我们的距离，为推广后续更方便。你觉得这些能得到居民的支持，苏总肯定不会同意。想法不错，便民服务可以拉高好感。我给你批一笔应急预算。宋特助，这份方案不必多说，苏总相信他能办好。叔叔，我们是苏氏集团的，今天能免费帮你修下店？不用了，上次有公司修完就推销东西，我才不上当。叔叔，你别着急，我就是想帮你做点实事儿。你家现在要是有坏的家电，我们现在就能上去修。行，我家洗衣机不转了，你跟我来看看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市场部要用电钻，你去仓库搬过来。林薇薇，我现在很忙，帮不了你这个忙。这个顾衍生居然敢挂我电话！哼！高副总，你可算来了。你是不知道那个顾衍生现在有多嚣张，我让他去仓库搬电钻，他倒好，直接把我电话给挂了。好，他连你的话都敢不听了？可不是嘛，这才刚来公司没几天，就敢对我甩脸色。我看呐，他就是故意跟我们作对。一个靠关系进来的新人敢这么狂，他不会真以为苏总在酒会上帮了他一把，就能和我们对着干吧？高副总，这顾延生要是再不打压，我们以后的工作都没办法开展了。他要是再在苏总面前说些什么，那咱们的计划……急什么？他不是在忙老区项目吗？等他搞砸了，自然有理由开展。顾延生，这是3年来的旧档案，没人整理，就交给你了。按年份分类，下班前必须交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月的市场报表你也一起做了，不准出错。这些工作量3天根本完成不了，更别说下班前了。做不完？你来苏氏是混日子的吗？苏总让你当实习生是让你来干活的，可不是让你来找借口。不想干就趁早滚蛋，这个位置有的是人想做。我不是找借口，这确实超出了工作范围。我能不能申请延长时间，或者加派人手？哼，延长时间？公司请你回来是解决问题的，不是让你来提要求的。加派人手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，有资格让别人来帮你吗？哼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。这方案失了可以重做吗？毕竟没有人会看一个新人做的方案。我劝你啊，赶紧开始干活吧，别到时候交不出来东西，被苏总骂一顿还得滚蛋。哼，让你跟我作对，今天就让你出丑。这次呢，是我们本公司的一个专业的商务汇报，大家请看。顾延生，你交的报表怎么是空的？是不是故意的，想偷懒耍滑呀？连个报表都做不好，赶紧滚蛋！等等，你无权辞退的。苏特助，不要以为在公司有苏总给你撑腰，你就可以命令我。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高总，你开除我也需要理由吧？好呀，我给你个理由。你有没有算过时间成本？现在出了纰漏，谁来担责？我来担。苏总，苏总，坐下吧。高副总，你没资格质疑顾延生。苏总，是顾延生自己偷懒没有做报表。报表是林薇薇格式化的，我这里有监控证据。啊，这我没有，是监控出错了。林薇薇，你怎么解释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当时按错了鼠标。所以
你就让顾燕深替你背这个黑锅，还是说你有其他人的指使？没有，就是我自己不小心。苏总，您刚醒，别气着。林经理肯定是不小心按错了，我看扣除他这个月绩效当个教训就行。但顾延深没有给鲍勃做备份，也得有所惩戒。鲍勃，我有备份。高副总，你还有异议吗？跟我回办公室。我以为你还需要恢复一段时间，怎么现在就来公司了？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么不要脸，一直给我使绊子。商场如战场，你也该长记性了。好，我努力学习。林薇薇和高俊经常为难你吗？也不算为难，只是经常让我帮他们的忙。叶深，你是我的人，记住，以后在公司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好。叶深，你是我的人，记住，以后在公司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居民参与度才30%，预算还超了，这种方案怎么推进？高副总说的对，我早就说过这个项目不行，雇实习生非得做。现在好了，浪费公司资源。啊，是那个，今天是第一天，参与度已经在涨了，而且超支是因为维修师傅的劳务费。下次我们让赞助商。顾延深，你还是太嫩了，以后啊多学着点啊。人力成本我已经协调好了，合作的家电品牌会派10名维修师傅进行增援，社区医院也会增派医护人员。顾延深的方案我看过了，完全可行，比你做的强多了。苏总，您刚醒，这种小事儿不用您操心。苏氏的事我什么时候都能操心，方案就按顾延深的来，有问题直接找我。顾延深，做好你分内的事儿，手别伸太长。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哼，最好这样。苏氏的水很深，不是你这种实习生能趟的，安分点对你没坏处。燕深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我不嫌弃你了。我已经结婚了，别来公司里闹事。你忘了吗？你以前穷的时候，谁陪你过来的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别来纠缠我。顾延深，你忘恩负义，你娶的那个植物人能给你什么？林薇薇，行政部考勤记录显示你本月旷工3次，你要再努，直接开除。哼！谢谢你帮我。你是我老公，我不帮你帮谁？走吧，回家。真是丢苏氏的脸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公司招小白脸呢。有些人啊，用一个破实习生的身份勾搭苏总，还抛弃前女友，私生活这么乱，怎么做？林薇薇，你亲眼看见我勾搭苏总了？哼，否则就凭你能进苏氏？你林薇薇，随意散播谣言，我看是上次的处罚还没给你长记性，还是你觉得处分不够，想要被开除了？苏总，我就是随口说说。随口说说，按法律规定，诽谤他人可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。我们走。哼。想做这个项目可以，先把王总的合同签了，再压价30%，让他垫付款3个月，少一个条件都不行。
这不符合我们公司成本核算。苏总也说，苏总刚清醒，没有时间处理这些小事。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。喂，苏总，你怎么打电话来了？是，我知道了。苏总说，这个项目你负责对接，出了事你自己担责任。要么压价，要么垫付货款，不然免谈。王总，苏氏和贵公司合作5年，一直互利共赢。现在贵公司资金紧张，我们可以延长付款周期，并且帮您对接新的订单。但是呢，价格不能降。您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找其他的供应商。苏总都这么说了，我信你，就按原价签，付款周期延长1个月。好。王总，你真的跟顾延生签合同啊？为什么不压价，也不用他垫付款？高副总，苏氏的条件很合理，我没必要跟钱过不去。而且苏总亲自跟我谈的，我不能不给他面子。顾延生，你屡次坏我好事，真以为有苏清源护着你，你就能安全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！喂，帮我查顾延生的资料，越详细越好，我要让他在公司待不下。顾延生欠20万贷款，就这点把柄啊？高副总，这还不够吗？我们可以伪造他欠下巨债的谣言，肯定能搞臭他。顾延生之前在小公司被裁员，我们可以伪造他挪用公款被开除的记录。事情办好了，我给你升职，我要让顾延生身败名裂。顾延生，我们聊聊吧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有些好东西想让你听一听。姑姑，如果你不出钱给我妈看病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怎么会知道？给我100万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你这是勒索。随便你怎么说。如果3天后我没看到钱的话，你威胁亲人要钱这件事就会传遍整个苏氏。你今天回来就心不在焉的，是有什么心事吗？还是瞒不过你。清源，林薇薇过来找我了。林薇薇？她想干什么？她还气跟我分手的事胡搅蛮缠罢了。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跟我说。我自己应付得过来，我只是怕她牵连到你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。钱呢？林薇薇，一段剪辑过的录音就想让我低头？谁管是不是剪辑的？你威胁亲人要钱，可是要被警察问询的。我这也有一段录音，你要不听听看？如果3天后我没收到钱，你威胁亲人要钱这件事就会传遍整个苏氏。你把录音删了。林薇薇，再闹我就把完整录音交给警察，到时候见警察局的是谁？你放开我！林薇薇，如果你再来骚扰我，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。3天内做完这个项目，数据要细化到每个商户的客流量还有消费能力。顾主管，这可是高副总亲自定的项目，做砸了可没人能帮你啊。成都商超还没有规划好，数据完全没有公开，这不可能完成啊。做不好就放弃，你不愿意做，有的是人愿意做。我联系了周总，他和城东商圈的开发商是老友，
这是内部规划图和潜在客户名单，以及周边小区人口数据，足够做风险评估了。周总还说了，只要高俊质疑数据来源，你就直接报他的名字，他会当面为你作证。周总真是雪中送炭，等这个项目成了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他。我结合周总提供的商业名单和人口数据，拟定了3种方案，最低的风险率我会控制在5%以内。方案做得不错，我果然没看错你。这么快就做好了，你肯定是作弊乱写，这数据不算数。对，你这效率也太高了，不可能是真数据。数据是周总提供的，你要是质疑，可以给周总打电话核实。还是说，你觉得周总能跟我一起做？大家快来看呐！顾延伸把城东项目的经费偷偷转去自己账户了。我说他怎么这么着急推进项目？原来啊，是想从中赚一笔。可不是嘛，听说他之前连母亲的手术费都付不起，说白了就是想中饱私囊。现在还敢挪用公司公款，胆子也太大了。哎呀，就说这个问题吧。林薇薇，你手中的截图从哪来的？我就是在网上看的，随口说2句。伪造证据，在背后散布对我不利的谣言，这就是你所谓的随口议论。网上都在传。再说了，你凭什么能当上项目主管？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项目主管这个位置是我靠业绩实打实挣来的。哼。至于公款，我劝你想清楚再说。伪造证据、诽谤同事的后果，不是你能承担的。不过，我就好奇了，你上次拿录音威胁我100万的事儿，也是听来的？我没有，是你想转移话题。好，那我们就当全公司同事的面，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顾主管，现在负面舆情扩展得很快，如果再不及时处理，恐怕会影响公司的形象和城东项目的进展。我让你整理的项目经费流水、报销凭证，你弄好了吗？都整理好了。周总那边我也联系好了，他说愿意帮忙澄清。顾延伸，我都知道了，林薇薇太过分了，竟然敢这么造谣你。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能处理好。我已经联系好了公关团队，会立刻发澄清证明，同时附上经费流水和周转的证据。我爸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让我转告你，公司会全力支持你，所以你不用怕别人会打压你。青雨，谢谢你，还有爸，还好有你们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们是夫妻，本来就应该一起面对。不过，林薇薇的背后肯定还有高俊的支持。这次我们不仅要澄清谣言，还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知道。想必我挪用公款的事情，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？今天我就把话说清楚。城东项目的所有报销凭证和经费流水，每一笔支出都有对应的合同、发票和审批记录，财务部都已经审核过了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一点，周总会证明。周总为什么会为你澄清？林薇薇，上次你用剪辑过的录音来威胁我，叫我给你100万，不然就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。这件事情你忘了？董事长，我没有，是顾延伸想从中捞一笔，现在他想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真的假的？真准！林薇薇，不要再演戏了。你伪造截图、散布谣言、诬陷勒索，这些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规定，也触犯了法律。顾燕山说的对，在我们苏氏集团，绝不允许这种造谣诽谤、威胁同事的行为存在。林薇薇，暂停工作，等待公司进一步处理。董事长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散布谣言威胁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我一次机会？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。李总，合同里必须加上产品不合格赔付1000万的条款，隐秘点，别太扎眼。顾延伸那个愣头青刚澄清完谣言，肯定急于证明自己，绝对看不出问题。高总，这条款会不会太苛刻了？万一苏氏查出来，查出来又能怎么样？
只要他签了字，就有法律效应的。到时候啊，我们故意挑产品的毛病，哪怕只是一点小瑕疵，都能让他赔个底朝天。最后他不仅丢工作，还得背上巨额债务。我看他怎么在苏氏立足。行，高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配合你。不过长期订单的事你可不能反悔。放心吧，只要事成，苏氏的新能源配件订单以后全给你。挂了。顾延深，我这次一定要让你一无所有。高副总，这项条款上面写着，如果产品不合格，即将赔付1000万，这明显不符合规矩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苏氏集团可能要面临巨大风险。顾延深，连这点魄力都没有，当什么项目主管？之前谣言刚澄清，现在就不敢承担责任了？别让我瞧不起你。据我所知，李总的合格率只有85%，而这条款上的合格率是99.9%，一旦达不到，就要赔付1000万，这明显不合理。高副总，要么让李总把这个条款改成行业标准，要么这合作我们就不谈了。苏氏要的是真正的伙伴，而不是设计的对手。顾延深，你敢断公司合作？高副总，苏氏集团想要真正伙伴上的双赢，李总想要继续做这笔生意的话，就把条款改了。要是不想，周总集团的配件厂随时都能接下这笔生意。你高俊也太过分了，竟然用这么阴的手段。不过还好有周总帮你，不然麻烦可就大了。放心吧，现在有岳父和周总给我盯着，高俊还翻不出什么花样来。啊，对了，刚刚李总给我打电话了，明天要去签合同，然后去工厂盯生产进度。好，现在林薇薇被开除了，也算是给高俊提个醒，让他以后别再搞这些小动作。顾延深真的跟李总签了修改后的合同，还亲自去工厂盯生产。是，李总那边怕得罪周氏，不敢再配合我们，还把生产优先级贴给了苏氏。不过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联系了工厂的老吴，让他在生产环节做点手脚。做得好，不用搞大问题，就在核心配件上动手脚，让产品合格率卡在80%左右，这样既不算严重违约，又能让顾延深的项目进度彻底拖垮。到时候我再联名几个部门经理，质疑他的管控能力啊。可是顾延深现在有苏总和周总撑腰，万一查出来……查什么呀？老吴是工厂的老员工，跟了我3年，他懂得怎么做的天衣无缝。就算查出来，我也让他一口咬定是操作失误，跟咱们没关系。顾延深想靠这个项目上位，我偏要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喂，王主管，配件生产怎么样了？顾主管，第一批配件已经生产完2/3了。按您的要求，每一批次都进行了抽样检测，前2批的合格率都在98%以上，但第3批的检测精度有点波动，合格率只有92%。精度波动？差多少？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在合格范围内，但比前2批的精度确实低了一些。我们检查了机器，没发现故障。老吴说是操作时的正常误差。老吴？是高俊部下以前那个老吴？对，就是他。他是工厂的技术骨干，负责核心配件的生产环节。王主管，你通知一下老吴，让他暂停生产核心部门的配件。另外，你把第3批生产的详情报告整理一下发给我。好的，顾主管。不过老吴那边……按我说的做，出了问题我会负责。你去工厂那边盯着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延深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前是我鬼迷心窍，不该嫌贫爱富，不该帮高俊打压你。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哪怕是回公司做保洁也行啊。我弟弟还在医院等着钱治病，他不能再拖了。林薇薇，公司开除你的事情是董事会做出的决定，我无权更改。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爸妈早就不管我了，我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失去他。延深，你现在发达了，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帮我一把行不行？我以后会报答你的。
林薇薇，我说过了，我无权更改。如果你真的是有困难的话，可以向社会救助机构申请帮助。好啊，好一个薄情寡义的顾燕深！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那我也不会让你安宁的。你等着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哼！顾延深那边盯得紧，老吴下不去手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以前在生产部待过，知道有个备用仓库，里面的配件没有经过检验，只要把合格配件换成备用仓库的次品，哼，那顾延深就死定了。可是工厂保安盯得紧，进不去。我有门禁卡，这也太冒险了，万一被抓……我不怕，只要能搞垮顾燕深，我什么都能做。行，我就当做没看见。等你事成之后，我帮你复职，再给你20万，够你弟弟医药费。不好了，昨天生产了一批核心配件，合格率只有75%，远远低于合同要求，而且还有一部分怎么回事啊？昨天还好端端的，立刻停止组装，封存所有问题配件。顾主管，这项目怎么搞的呀？合格率那么低，你要给公司一个说法。喂，燕深，我派去的技术人员发现昨晚备用仓库有异动，监控拍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看体型像个女人。疑似有一个女生潜入仓库，问题产品大概率是这个时候换的。调换？顾主管，你怕是想推卸责任吧？工厂安保严密，谁能轻易潜入？我已经让 IT 部门恢复了部分的监控画面，虽然画面很模糊，但能看清楚嫌疑人佩戴的口罩款式和之前公司发给员工的一模一样。我立刻联系警方，并且让我们公司的质检部门对着次品做个溯源对比。高副总，你协助顾燕深将此事查清楚。是苏总。技术人员在仓库捡到一支录音笔，应该是嫌疑犯留下的。事成之后，我帮你复职，还会给你20万，够你弟弟的医药费了。顾延深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这支录音笔是关键证据，来交给执法处。好的。另外，周总那批加急配件什么时候到？已经在运输了，预计今天下午就能送到。哎，副主管，证据找到了？嫌犯在仓库里掉了东西。哦，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事成之后，我帮你复职，还会给你20万，够你弟弟的医药费了。声音很耳熟吧？高副总，你觉得会是谁？顾主管，你别想栽赃嫁祸。是不是栽赃嫁祸？查一查就知道了。高副总，希望你没参与其中。顾先生，证据链基本完整，我们已经对林薇薇进行通缉。根据录音内容，我们会调查这位男嫌疑犯的身份，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参与其中。麻烦你们了，林薇弟弟还在医院，或许他会去探望，你们可以重点布防。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燕深，我查到高俊最近有一笔高额的转账记录，收款账户呢是一个匿名账户，我已经让周总去帮我查这个匿名账户的资金流向。另外，我爸已经让审计部去调查高俊最近1年负责的项目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违规操作。谢谢你，金远。项目已经追回来了，接下来会一边跟进项目，一边收集高俊的证据。林薇薇被通缉了，你们一定要拦住她。她要是落在警察手里，我们都玩完。高总，我们需要加钱，否则这事我们不管了。行，没问题，钱我会打到你卡里，一定要拦住她。林薇薇这个废物，她怎么会落下录音笔呢？她要是被抓住了，
他一定会供出。审计部这边查过，高俊转出的款项流向，供应商是一家外国公司。空客公司的具体信息查到了吗？查了。高俊的法人是他远房亲戚，现在已经移民到国外。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高俊。把这份报告交给苏总，另外通知审计部继续深挖，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挖到类似的情况。另外，晨曦项目的负责人是谁？是鼎盛公司，负责人是王总。那我给王总打个电话，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线索。喂，王总。顾主管，不是我不想说，高俊在行业内人脉广，我要是得罪了他，以后不好立足啊。王总，高俊这个人涉嫌挪用公款，泄露公司机密给竞争对手，这种人迟早会自食其果。如果你能把线索提供给我们，我保证，我们苏氏集团能跟你们鼎盛集团长期合作，并且帮你规避高俊的报复。好吧，高俊当时确实泄露了苏氏的报价策略，让我们压低价，同时他从中抽取10%的回扣。我一会儿把当时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发给你。高俊太过分了，不仅内斗，还损害公司的利益。我已经查到那个匿名账户资金流向，最重要的一项是高俊的一个海外账户，而且我还查到了高俊和苏氏集团联系的宏远集团，他们频繁联系，疑似公司机密泄露。宏远集团最近的新项目，核心技术和我们新能源项目早期方案高度相似，这很有可能也是高俊泄密的。现在证据越来越多，已经足够证明高俊挪用公款，泄露公司机密，并且指使林薇薇破坏生产。但这些证据还不够致命，我们要找到直接证据，让他无法翻身。顾先生，我们例行审问了林薇薇，她已经全部招供，承认是高俊指使她破坏生产，承诺给她20万报酬和复职机会。另外，我们根据她的供述，抓获了高俊雇佣的神秘人。他们也交代了高俊让他们拦截林薇薇的事实。太好了，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据。我们已经对高俊进行立案调查，接下来会传讯他。现在证据确凿，高俊难逃法律的制裁，但是他是苏家旁支，不能直接开除，需要走法律程序。天神，你继续推进项目，同时整理好所有的证据材料，配合警方调查。好，可以先让法务部准备好诉讼材料，一旦警方调查结束，我们就立刻对高俊提起诉讼，到时候再追究他的民事赔偿责任。放心吧，高俊的证据已经收集齐全，接下来就等法律制裁。怎么可能？林薇薇怎么可能被抓？她怎么会供出我？高俊，你买通工厂老王篡改公司的配件精度，导致首批产品合格率骤降，指使林薇薇破坏生产、挪用公款。警察在外面等着你。好，顾延生，你赢了。但你别忘了，你只是被苏振邦施舍的一个穷小子，你一辈子都是底层蝼蚁。高俊，你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上，你不用狡辩了。高俊，我弟的手术费你到底给不给？你答应过我的，只要搞垮顾延生就给我20万。你现在被罢免了，我弟怎么办呢？滚！我自己都自身难保，哪有钱给你啊？当初是你自己要跟着我的，你活该！顾延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现在发达了，给我10万块救我弟，不然我就在网上曝光你靠女人上位，你和苏清源有不正当关系。哦，难怪顾主管被苏总那么器重，原来真有猫腻啊！他一个没背景的，能爬这么快，说不定真是靠苏总。看到了吧，大家都在怀疑你，赶紧给钱。
不然我让你身败名裂。顾延深，你也有今天啊！被这个女人缠上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燕深，苏总，你总算来了。顾延深他……燕深，让你久等了。你怎么不多休息会儿？我听说有人在这儿胡说八道，我特地过来为我老公证明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他老婆？他老婆明明是个植物人。苏清源，他怎么配得上你？3个月前领的证，合法夫妻。林薇薇，你忘了吗？原来是你。高俊，你说我斗不过你，我只是懒得跟你见识。挪用公款，泄露公司机密，你的证据都在我手上。你说我连底层的奴隶都不如，现在你也是蝼蚁。林薇薇，你说你想毁了我的名声，可惜我跟清源的关系正大光明。保安，把这2人给我拖出去，不准踏入苏氏半步。我不甘心，顾延深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苏总，目前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高俊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机密泄露罪，但高俊聘请了顶尖的律师团队，并以林薇薇肆意报复、证据链不完整为由，目前已获批准。他还敢出来兴风作浪？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销毁证据。宋特助，你让审计部继续深挖他在海外的账户和空壳公司的关联，让法务部对接警方，紧盯他的行踪。叶深，新能源项目是核心，希望能多上心，绝不能再让他搞破坏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爸，我已经让我们公司的安保团队随时监控高俊的活动范围，只要他跟宏远集团还有接触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收到消息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爸，燕深还让我冻结了高俊在公司的所有权限，这样他就无法获取到公司的任何信息。如今燕深已经能独当一面了，这都要感谢爸爸的栽培和信任。等高俊的事情平息以后，就正式宣布你总裁的任命。谢谢爸。